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我说你们确定？我以为这场其实要很认真的在讲我们之前讲你在学校的事情，结果变很搞笑。你有点不自在。OK， 对，哥哥其实在关注。哥哥哪一个哥哥？大哥大。对，不是每个弟弟都会不懂事啊。对啊，我弟也这样。其实我能明白你的感觉。对，掌胸如父。对，长兄。OK， 长兄，好，毕竟长兄如父嘛。我就是关心弟弟。应该。讲得很不情愿。弟弟总是比较容易出状况，这非常。这句讲完之后，我差点让魏谦说了。你是魔术社的指导老师，最后这个感觉推销啦。OK， 好。我们有魔术社，还有魔术社，还有魔术社。觉得主推母还是魔术社？蛮好玩的，因为我们上次演戏是十几年前，13年前，应该是21岁吧。就是真的感受到像小远一样的感觉，自己的哥哥突然来演那个感觉，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天。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们都在扮演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在现场，希望他可以顺利的赶快拍完，不然我都要一直帮他遛狗。我当下是没有想那么多啦，变成他不是我哥哥，他就是一个老师这样。然后只是一卡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笑场，我就觉得这些真是太荒谬了。我对郑群哥就觉得郑群哥是一个很好的人。下午的时候有煮菜的戏，我煮了一道番茄炒蛋。郑群哥筷子的第一个夹的菜就是番茄炒蛋，夹完就看着我说好吃，我就觉得这个人真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还蛮有钱的，所以他就找到了一群伙伴，应该人际关系也非常好。他就在这个方面他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就你知道演员好处就是在于我们就可以借由表演去体验一下别人的生活，别人的人生是什么感觉。有时候就会自己在那边幻想，如果我是小远，如果我是谁，这样我会怎么演出？哇，那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情感的呈现。然后我觉得在表现上其实是会要有很多很细致的肢体动作跟脸部的表情。我光看剧本就觉得哇，这两个主角其实不好演，真的不好演。我跟郑菊哥，我是18岁的时候也跟他合作过，然后他在里面演一个变态作家，他叫我上他车，然后他就把我载到他饭店，他就说要帮我按摩，他就帮我按，然后最后按到我，我对他印象就是停留在那边，然后没想到他来演我们的老板，所以看到他有一种特别，有点怪怪的。我说哥，你知道我们之前那个什么剧情吗？说对，我知道，所以一个很特别的缘分。我是觉得几年没见他们，然后就觉得成长非常多，不管是个性上的沉稳，或者是在表演上，跟我之前碰到的他们是完全是两个样子的人，然后都感觉好像还有更多的可塑性，让我们的